就是说日本的房地产，你离开超精华区以外，其实不太会涨，你知道，就是这个屋龄越来越高，可能那个价钱都差不多是这样，就是蛮便宜的，就是它反正走路10分钟之内就有地铁站可以搭的电梯大楼哦，然后还是台币大概450万，他们都是什么2厅1室啊，什么有的没的，就长那个样子。你想说这么便宜哦？这个是我去大阪街头去那边看哦，看他楼那个底下贴的，然后开 ChatGPT 翻译，我去看，哎，怎么那么便宜？它这么便宜是不是持有成本很高？然后当地比较熟的人他说，哦，不是，是因为日本你不是买那种超精华、超淡黄的地段的话，房子几乎不会涨，那就真的就是你买房子就来住而已，你有那个真实的需求，你再去买房子就好了，反正它不会涨哦，就会变成这样。日本也在表演给我们看嘛，绝对的少子化会造成绝对的都心化嘛，所以只有都心会一直创新高，稍微偏离都心以后，房子就是那个样子，就不涨也不跌，然后盯在那边这样。日本拟禁外国人买房，东京均价破1亿日元，外国人占40%。法案上路前，你还有多久时间可以冲？先说结论哦，日本现在出现了这个政策的讨论，那只是先抛风向球，至少还有半年以上的缓冲期。但我不建议你现在出手，因为现在状况还很不明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不败教主陈崇明先生现在也进场买房了，他说是资产配置这样子调兵遣将效益比较好又稳健。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日本拟禁外国人买房，没讲什么外国人，你干脆这大方写出来嘛。日本拟禁中国人买房。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新闻，这个影响应该会算大。标题我念一下：日本拟禁外国人买房。对哦，你没看错，现在日本正在讨论说要不要禁止外国人买日本的房子，原因是东京的房地产已经太高了。公寓的均价已经到达1亿日元哦，是不是你听一听觉得说，哎，这个台币2000万左右可以买到公寓，在日本里头的东京这个城市，你就觉得说好像 CP 值很高哦，真的是台北市新北市一些很老旧的破烂公寓随便都可以吊打，我说价格上的吊打，可是它是东京瞬间又尊爵不凡了，所以其他国家的人看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觉得，那房价就这样啪啪啪被抬上去。好啦，你看这个划线的地方根据30日联信托银行3月份的调查显示，东京的千代田区、涩谷区和港区有2至4成的新建公寓都是卖给外国买家所以外国人买日本房超级多的。这也引起了日本人自己的注意例如说这篇新闻，你看标题就好日本华侨预计明年破100万人口。只说中国话，不说日语也能生活，夸张呢这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就是台湾最爱去的那个冲绳嘛，它总人口是多少？140万。如果日本的华侨都跑去冲绳的话，一定有人有永居的嘛？他们说不定可以选出一个讲中文的人来做冲绳的那个叫什么县长还是岛主人口已经多成这样所以这件事情也引起了日本当局政坛的注意那开始限制外国人买房，讨论被提上议程。这不是什么某某立委随便讲讲你看我划线的地方，7月选举大胜的国民民主党预计将最早在秋季临时国会上提交限制法案，限制外国人来购买日本房地产。反正你就把它想说执政党现在要提法案，然后要禁止外国人买房这样。那你认为这个法案会过的几率是高还是低？当然是高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日本的房价现在变得有多高。今天我们来聊日本的房价那因为日本很大，超级大，所以我们只聊东京的状况，不然很容易失焦。先看一张图，这张图是东京的房价曲线图蓝色是新城屋，黄色是中古屋。可以看到这两个都怎样，都高歌猛进了。那因为这张图的中古屋只有记录到2022年日本没有实价登录，真的没有，所以那个海外房地产很多去买那个完全都看中介怎么包装怎么讲这样。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有没有中古屋？你看它也是喷的不像话嘛，难怪他们打算要提案来卡外国人买房。那我跟你讲
如果台湾不是有相关政策来卡外国人买房的话，我跟你讲，台湾的状况早就比日本还要恐怖真的为什么？因为不管是新加坡还是香港看台湾的房价都还叫做蛮便宜的，更何况还有对面的中国，中国的钱如果冲进台湾的房地产那我们大家都没有自产的任何希望我们大家都只能租房子这样。那刚才也讲现在有超过100万名中国华侨跑去日本买房子，就是因为日本没有限制啊，没有限制外国人买房买成这样啊。那如果今天是台湾开放的话，来你看有多少中国人会跑来宝岛台湾来买？这个买不一定是什么度假用途而已说不定有别的目的比方说一些飞弹基地旁边这个房子把它买一买，然后呢架个望远镜之类，这我不知道，但是有发生过。那个九鹏打靶，我们飞弹部队九鹏的演习一定要，反正就是打实弹，那附近的民宿都被订完，穷乡僻壤民宿被订完然后都在看那个飞弹的资料，讲好听是看好玩的因为飞弹嘛很了不起，但是如果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目的所以我是要表达说，中国的体量如果冲进台湾台湾绝对撑不住我们现在是管理的非常严格，就中国的543条款变成说他们要买也可以，但是困难重重这样。当初其实高雄亚洲新湾区就是当初为了服贸通过以后先划好的土地真的是这样然后就落赛了嘛。如果那个时候就通过，那高雄现在1坪200万，我跟你讲真的会很可怕。好，那我们拉回来讲说，我们刚才看了2张图，日本房地产的确在这几年正在狂涨，那今年涨到什么程度？你看划线的地方，2025年3月大东京地区新建公寓的平均价格达 1.0485 亿日元，年增率达惊人的 37.5%， 就是说东京新房子一年可以喷 37.5%， 林老师然后东京23区的中古公寓为 28.3% 的年增率，中古屋涨了你看 28.3%， 我们台湾在那边对不对？我们台湾房市只是涨个 10%，央行就出手了，内政部也就出手了大家就哀买不起，政府各种管制手段就出来了。日本随便一涨，大钱冲进去的情况之下，台湾的3-4倍的涨幅，你不觉得很夸张吗？这一定会排挤到他们当地人自己的购屋租屋需求嘛，所以他们要立法。好，那最后你要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始禁止外国人买房那我们就来聊一下说这条法律什么时候要实施。如果你想要冲的话，还有没有机会这个我就讲一下，我查到的流程是这样。如果我讲错，那你就在底下直接喷我，这个没关系。反正他们也是一堆什么流程上来，也是一堆投票公告的流程要跑。首先要做临时国会立案然后顺利的话，在同一个会期以内完成委员会的筹组，然后跟本会的表决，这边都还跟台湾差不多，就很像立法院提案这样。然后都顺利通过的话，还要经由内阁并由天皇公布，而公布必须在国会通过30日内完成。但是何时实施实施的法条怎么写的，或是授权日后的政令或省令来订定正式的执行时间，都还是未知数。这听起来很复杂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参考，这我的理解啦就是日本的重要土地等调查规制法，这个是防止外国或外资透过收购敏感地区的土地，从事可能危害国防或基础设施运作的活动来处理的国安危机的法条。就像我刚刚讲的基敏军事设施附近，如果人家是有别有用心去买那边的土地怎么办土地或房子，它是在2021年6月16号通过，并且在2021年6月23号公布，所以通过公布的时间是很快，但是它生效日就是到2022年的9月20号，从公告到实施经历15个月。你看这个要这么久呢，我未看先猜，这也不用猜反正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消息未来这个大门要关起来，是不是立刻马上冲进去买不然呢等以后关起来买不到呢，就变成稀有财货到时候价格一定又会上去。在大门关起来之前先冲，就很像我们台湾新青安新青安不是有落日时间吗？所以到快要接近落日的时候，一定又会跑出一大波说限时那限时的话，我在限时之前，大门关起来之前，我赶快去做一波。所以现在东京的房价已经正在又要往上再喷一波了，还没静止就 37% 的年涨幅。
然后现在再冲一波，你看哦，那光用想的就觉得很可怕哦。那你说现在该不该冲？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也不乱给建议了，因为我对日本的房地产研究是真的不多。但它有没有可能会变成说它也不卡你买房子，但是你的持有成本会变得超级之高？例如我乱讲哦，这也是一个可能的修法的方向嘛。例如说你是外国人来买房子，那你一年你就要缴什么？像我们台湾房屋税，房价的2%、3%管你的这样，你买2000万台币的房子，你就要缴个40万、60万管你的，因为是外国人就这样你要回馈我们本国的土地。就这样啊，这间房子到时候在你手上，光持有成本就让它变成烫手山芋这样子外国人就不一定还愿意去买啊。如果外国人还是有摘雕去买的话，那也没关系啊，那就是回馈整个国土上的其他建设的资金，有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去设计啊。会不会这样子做我也不知道现在都只是风向球而已，情况还很不明朗。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今天讲了日本政府正在考虑禁止外国人购买房地产，我也为你分析了东京房价飙涨的真实状况，跟中国华侨已经有超过100万人在日本置产。我也解析了过往法案从提案到实施经历的流程花费的时间都会到1年以上。结论是日本未来有没有可能透过立法来禁止外国人买房，或提高外国人的持有成本那造成一种外国人买房的限制？有可能，但是时间都不知道。至于现在要不要进场虽然东京的房价短期之内还会再飙一波，这个是我去查我去问说已经正在狂涨当中了，尤其是中国来的钱。反正大门未来你要禁止是不是？好，那我现在能买的我先买，就这样就不等了，已经正在飙涨当中。但未来的政策变数还有很多啊所以我也不知道。建议你如果要往日本置产的话，你就要快，要不然你就看戏就好最后我想问你，如果要买日本的房子，你会优先瞄准什么地区？东京，不用讲了，这个从小到大耳濡目染就是东京。B 大阪因为有很多色色的地方可以去。C 冲绳你爱海滩，你爱比基尼，你喜欢冲绳。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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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我知道日本房地产也有很多的业者正在进行，反正就是说台湾那么贵啊，日本你花半价的钱去日本东京自产，这爽不爽？非常的爽那我就讲讲我的理解，就是
因为其他讨论区也有讨论，他就说日本没有实价登录，所以真的是很看那个就中介人员怎么包装哦，然后通常就会变成说本国人骗本国人。包装的意思是说，他其实因为他们有在那边生活，他就知道说这附近哦没多少钱，可是啊，这还是隶属于日本东京，因为东京很大嘛。我们一讲就是整个东京，那东京非常的大嘛，他可能拿一个到市中心开车要1个小时的地方，那也是东京啊。然后他就包装，然后就来卖台湾人，卖多少钱呢？哦，新台币800多万。你觉得说，我靠，800多万买东京的一户建哦，就全能住宅改造网不是都在改这种哦？以我们的讲法来讲叫透天哦，哇，这么好哦。其实啊，如果你在日本当地去看的话，这个东西哦，可能500万就买得到了哦，就有很多这种莫名其妙的骗局啊之类的发生。我不是说现在在做日本的房地产自产的公司都在骗人，我只是说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都有案例跑出来，你就自己小心一点啊哦。然后我自己在去日本旅游的观念的看到的哦，就是说日本的房地产，你离开超精华区以外，其实不太会涨，你知道，就是这个屋龄越来越高，可能那个价钱都差不多是这样，就是蛮便宜的，就是它反正走路10分钟之内就有地铁站可以搭的电梯大楼哦，然后还是台币大概450万。他们都是什么2厅1室啊，什么有的没的，就长那个样子。你想说这么便宜哦？这个是我去大阪街头去那边看哦，看他楼那个底下贴的，然后开 ChatGPT 翻译，我去看，哎，怎么那么便宜？它这么便宜是不是持有成本很高？然后当地比较熟的人他就说，哦，不是，是因为日本你不是买那种超精华、超淡黄的地段的话，房子几乎不会涨，那就真的就是你买房子就来住而已。你有那个真实的需求，你再去买房子就好了。反正它不会涨哦，就会变成这样。日本也在表演给我们看嘛，绝对的少子化会造成绝对的都心化嘛，所以只有都心会一直创新高，稍微偏离都心以后，房子就是那个样子，就不涨也不跌，然后盯在那边这样。那我再讲下一个哦，就是说买日本房子，我现在听过最能说服我的道理是什么？就是说日本房子可不可以买？可以，他给出的理由如下，就是说那你去买啊，反正也没多少钱啊，那你就买啊，哦，然后原则上就不贷款了，看你不贷款你能买到什么房子这样。然后它玩法是什么呢？玩法就是说，我们去日本旅游嘛，那不是要订住宿吗？哦，那住宿的话，如果一个家庭去又要家庭房，哦，那每天都是烧钱嘛。那其实你就是回来洗澡睡觉而已嘛。可是你要烧掉，可能非旅游旺季的时候，一天也要台币3000多块、4000多块嘛，因为家庭房，这已经算很便宜的咯。然后，如果你旅游个5天4夜，你要订4个晚上，这就在烧钱就对了。所以怎么样？干脆直接买一间，好，买一间便宜的，然后再花钱请人打扫就好了。这个玩法是说，只要你在日本当地有地方可以住，那就可以实现一个结果，叫做，那你就是机票钱而已，你知道？因为你那边自己有房子，就变成说你去那边玩3天2夜就3天2夜，你要直接玩1个半月，那也是同样的钱，你知道，就是那个机票钱。所以在一来一回之下，他们就算一算以后，常常去日本了，尤其是做代购的业者，他们就觉得说，哦，那就在日本买一间，哦，那车程比较远哦，没有关系，只要它离什么地铁近就好，方便他们，然后离机场近就好，做一个囤货、打包、分货的仓库，那他们就喜欢这样，他们就会去买。为什么？因为他一旦买了后就没有饭店钱这个花销啊。当然，我们普通人哦，即使去日本已经去了很勤劳了，一年去3次，你要把它平回来，你还是去买那个日本的饭店比较划算哦。但是就有人这样子想啊，如果是常常要出差往返日本的人的话，他真的买一间其实可以呢，边玩，然后他只有机票钱的成本，那你在那边待10天、待20天哦，都是同样的钱，蛮特别的。我有一个亲戚哦，真的也要跑去买，然后买完之后他就说就是这个理由，他说以前在那边买，然后旺季的时候还订不到，不然就要订到很远的，变成说很阻碍交通的时间，干脆自己买一个哦，然后买在那边以后。好，那他们从此以后吃喝玩乐啊，都只剩吃喝玩乐的钱，再加机票钱的成本，没有住宿的成本。啊，我问他说，啊，日本房子会不会涨？他说，啊，这不重要，因为他只是确保他自己家人去那边旅游的时候怎么样，他都有地方可以住，这样就好了。我说那打扫怎么办？他说那个没差，有很多什么上门打扫清洁的哦，他们要出去玩之前约好就好，都是中国人开的哦，因为他们那边民宿也很盛行。就这样，他就上来帮你打扫换垃圾，这样也行。反正，然后再来就是九妹讲的嘛，哦，林北在东京有一间房子，哦，这个是
很秋很帅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日本房地产还是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对啊，参考看看。如果你有钱，你要不要去买？我觉得可能不是说完全不能考虑。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哦，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哦，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哦，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哦，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哦，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啊，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哦，啊，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啊，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哦，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哦。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哦，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